在国中课程中，同学们已经认识了酸碱指示剂，物质有分酸性、中性、碱性，因此若用广用指示剂颜色的变化来呈现，可以将物质的酸碱性区分为酸性物质、碱性物质以及中性物质。上次的课程中提到了溶于水可解离出氢离子者为酸，称为阿瑞尼斯酸。此时水溶液 pH 值小于7，例如氢氯酸可解离出氢离子及氯离子，而溶于水可解离出氢氧离子者为碱，称为阿瑞尼斯碱。此时水溶液 pH 值大于7，例如氢氧化钠可解离出钠离子以及氢氧离子。既然了解了阿瑞尼斯酸在水溶液中可以解离出氢离子，阿瑞尼斯碱在水溶液中会解离出氢氧离子之后，同学是否可以想到，若将这两类物质混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在烧杯中，酸性溶液中的氢离子与碱性溶液中的氢氧离子结合，并生成不易解离的水，此反应即为酸碱中和反应。以实验室常见的反应为例，硝酸在水中会解离出氢离子，氢氧化钾溶于水则会解离出氢氧离子，两者相加反应之后，最后形成盐和水。再举一个例子，将氯化氢溶于水称为氢氯酸，而氢氯酸在水中会解离出氢离子，氢氧化钠溶于水便会解离出氢氧离子，两者相加反应之后，最后一样形成盐和水。同学们或许已经察觉到，水是几乎不会解离的物质，但盐在水中不是几乎会完全解离吗？没错，若以氢氯酸与氢氧化钠的反应为例，氢氯酸加上氢氧化钠形成氯化钠及水。我们可以将化学方程式改写为氢离子加氯离子加钠离子加氢氧离子生成钠离子加氯离子加水这样的表示方式，称为离子反应方程式。这时候反应方程式左右两边重复出现的物质就可以省略，此时方程式只剩下氢离子加上氢氧离子生成水。在化学上，有些酸碱中和反应会以这种方式的呈现，只把参与反应的粒子表达出来，这样的表达方式称为净离子反应式。因为酸碱中和反应生成水，而水是中性，所以会将原来的酸性或碱性降低。酸碱中和反应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发生，例如媒体常出现的胃药广告，胃酸分泌过多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这时服用胃药可以减缓身体的不适。其中的原理就是，胃酸主要成分是盐酸，而胃药通常是弱碱性的，例如氢氧化镁或碳酸氢钠。以胃药是氢氧化镁为例，就会发生盐酸加上氢氧化镁产生氯化镁加上水，这样就可以减低盐酸在胃中的量。除了胃药的使用解决胃酸过多的问题，其他常见的生活例子，例如皮肤被蜜蜂或蚂蚁叮咬，会有红肿、发痒的感觉，是因为叮咬过程中，昆虫会分泌出甲酸，就是俗称的乙酸，会让伤口红肿、发痒。这时，我们可以涂抹氨水来降低疼痛。这是利用氨水与甲酸反应变成甲酸胺这个盐类，以减低甲酸的伤害。这也是弱酸与弱碱发生中和反应常看到的例子。所以酸碱中和反应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是随处可见。实验室也会利用酸碱中和反应来测量未知的酸或碱的浓度。例如，老师发现实验室中的盐酸溶液瓶子的标签被污损了，只知道瓶子当中为盐酸，但浓度不清楚。这时候可以利用已知浓度的氢氧化钠溶液与定量的盐酸反应，利用前面所提到的反应式氢氯酸加上氢氧化钠形成氯化钠加水，来测定盐酸的浓度。
同学们可以练习一下酸碱中和反应的应用。假设你取上面的标签污损不知道浓度的盐酸溶液10毫升，利用浓度 0.1m 的氢氧化钠溶液进行中和反应，发现当使用该氢氧化钠溶液25毫升时，恰好让两者完全反应，反应后的混合液体呈现中性。请问你怎么求得这瓶盐酸的正确浓度呢？根据化学计量这个单元所提到的反应方程式前面的系数关系，就是物质摩尔数的关系，所以可以假设盐酸的浓度为 x， 而溶质的摩尔数是溶液的体积摩尔浓度乘上溶液体积，则可以得知盐酸中含有的氢离子摩尔数为 0.01x， 而氢氧离子的摩尔数为 0.1 乘上 0.025。同学们在这里要注意单位的换算哦。在此反应方程式中，氢离子与氢氧离子的系数是1:1，代表摩尔数要相等，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算式 0.01x 等于 0.0025， 接着便能解出 x 等于 0.25， 所以我们就可以重新帮这瓶未知浓度的盐酸贴上一个新的标签咯，其浓度即是 0.25m。 上述就是实验室利用酸碱中和反应检验未知浓度酸碱溶液的应用。如果在计算上有点忘记了，也可以回到化学计量这个单元的影片重新观看哦。现在将今天学到的知识整理一遍。阿瑞尼斯酸在水中可解离出氢离子，阿瑞尼斯碱在水中可以解离出氢氧离子，阿瑞尼斯酸与阿瑞尼斯碱反应产生盐类加上水，这样的反应为酸碱中和反应。而日常生活中常常会有这个反应的应用，例如胃酸分泌过多可服用弱碱性成分的胃药，像是服用氢氧化镁来减缓不舒服。被蜜蜂或蚂蚁叮咬时，可以涂抹含有氨水的溶液来减缓红痒症状。实验室中可以利用酸碱中和反应来测量未知的酸或碱的浓度。在国中课本中曾提过酸雨侵蚀大理石雕像，也是生活中常见的酸碱中和反应。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酸碱中和反应的利用，你可以想想还有哪些呢？可以和你的老师一起讨论哦。